走吧。此生谁料，心在天山，身老沧州啊！饿了吗？嗯。带你去吃面吧。撤！撤！面来了，客官请慢用。谢谢。来。以前小的时候，晚上饿肚子，哥哥总能从各种地方给我找来好吃的。有一天晚上，就给我找来这样的一碗面。那碗面真的很好吃，就和这碗一样。你能给我讲讲你小时候的故事吗？等吃完了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嗯。小时候，每当生武不开心的时候，便会偷偷躲起来。王府里的嬷嬷们都快急疯了，就是找不着。只有他的哥哥能找到圣武，他会带着圣武上屋顶，告诉他，以后只要不开心了，便抬头看看星星。后来，他们两人进了宫，爹爹就不再是爹爹了，而是皇叔父。他也再也不能常上这个屋顶，因为身份尊贵，很多事情都不能做。记得那一天临走的时候，爹娘对他们行了个礼，很严肃地和他们说：“从今以后，你和哥哥便是官家之子，在旁人面前，不得再提王府2个字，连想也是错。”那个时候他才多大，舍不得爹娘，还有好多话想和他们说呢，可就是不能说，也不能提，只能写在风筝上。那进宫之后呢？后来，皇后娘娘的孩子没了，哥哥也生了很久很久的病。我记得那一年的变度，一直下雪，真的好冷。皇后娘娘说要给小皇子做道场，于是削减了各宫的分力。我们殿前连炭火都没了，我只能偷偷跑去官家的殿前，偷来炭火给哥哥用。可就那么顶点炭火，又能帮上什么忙？边都的冬天最是难熬，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一天，河宫上上下下都很忙碌，没有一个人理我们，就只有我一个人守在哥哥身边，守了整整1天1夜。我真的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天的武德殿，我永远忘不了我哥去世的时候，连籍贯之年都不到。你哥哥也不希望你现在这样，他希望你好好的，他希望你走出来，不要再想这些事情了，好吗？你呢？今天为什么去熊姐营？因为我吗？看你最近闷闷不乐的，脾气也急躁，想着是因为永国公的事儿吧？
我就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我想帮你。帮我？帮我什么？帮你走出来。你笑什么？你那天说有话要问我，说从渔阳里回来问，到底是什么事儿啊？就是你那个灯是怎么回事？哦，花灯啊。李师兄还说还给我一个呢。李师兄？对啊，之前李师兄和朱行首分别，我眼看着朱行首的马车停不下来了，我就把这花灯塞给李师兄，让他送给行首。当时是真的很着急，我不是故意要送出去的。你信我吧，你真的信我吧。我后来怕你生气，又去买了一个。你不会生气吧？你去哪儿买的？就在街上啊，当时没剩几个了。我记得那个老板还问我，是不是确定要那个。那你点过了吗？嗯。你又笑什么？笑你傻。我哪儿傻？从头到脚都傻。赵孝谦，汉城哥哥，汉城哥哥，你怎么还跟幼时一样淘气？令娘，今夜刚到，非得来见你一面才跟我们走。那个令娘啊，就是汴都里面那个官老爷，叫什么来着？叫沈尊府。对，沈尊府。沈尊府的小女儿沈兆温，就是那个令娘啊。听梁吉叔说，从小是跟咱爷一起长大的，是宫里那个，能不能说原话？哦。是宫里皇后娘娘膝下养女，被封为荣安县主，跟咱爷以前是青梅竹马，以前还什么？梁吉叔没往下说了。去，忙自己的事去。还能怎么？那以前肯定是郎情妾意过呀。不行，你刚刚在郡王府站稳脚跟，就来了一个什么荣安县主，